大家好，我是双双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只言片语。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东西，就是从去年6月我开始攀岩以来，到现在已经满整整1年了。所以呢，我想用这个视频回顾一下我这1年来攀岩的进步，还有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体会，希望对刚刚入坑攀岩的你有帮助。说起来呢，我开始攀岩的契机其实非常偶然。我在2018和19年上半年的时候，其实过得很不开心。然后呢，我面对焦虑的出口就是旅游，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一刻不停的想要出去玩，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一直想要静下心来经营的爱好。然后呢，这个契机就发生在2019年6月的时候，我工作上决定转组，然后我组上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同事呢，他们就组织了一个为我送行的活动，就是在我们公司有一个会议室改造的那个小的报时室，然后我就第一次在那里尝试了攀岩。然后他们就怂恿我去公司附近的岩馆 Planet Granite 办了会员卡，然后呢，我的攀岩的旅程就从那里开始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其实我一直有断断续续拍很多我攀岩的片段，所以接下来我就想先给大家看一些这些片段，然后呢，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体会。然后我能找到最早的视频是第9天爬墙的时候，当时我开始爬一些 V0 和 V1，那个时候呢什么技巧都没有，就单纯觉得攀岩很好玩，爬上去就很有成就感。很快呢我就开始对攀岩上瘾到当我开始2周的时候，有次去阿拉斯加玩，然后中途某一天还不忘专门去岩馆过了一把瘾。这个呢是爬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，我有一天突然开窍，学会了折膝这个动作，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，好像身体变得协调了很多。这时候呢可以开始爬一些 V2 了。爬到第53天的时候，我爬掉了第一条我岩馆里的 V3， 这条呢好像也是我第一个 project 的线，反复爬了好几个 session 才成功，所以印象非常深刻。在这个阶段呢，我开始每周去3次岩馆，去岩馆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过去1年里，我出差和旅游的机会很多，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呢，都会带上攀岩鞋去找当地的岩馆。大概爬到快3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爬掉一部分的 V3， 这时候呢，我的脚开始有点意识的 smear， 身体也大概知道如何转动来寻找自己去下一个点的最佳位置。去匹兹堡出差的时候，我好像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更擅长 crimps 和平衡线，也是在这个岩馆，我发现了自己的 ape index 是负的，为此呢难过了好几秒。1个月后，我又回到匹兹堡出差，这时候呢，在同一个岩馆完成了我第一个小小 dyno。万圣节来了，去年我扮的是一个美剧《The Marvelous Mrs. Maisel》里面的女主角，我扮成她去我们岩馆的 costume 之夜玩。也就在这2天，在我爬墙4个月的时候，我爬掉了我们岩馆的第一个 V4， 这条线呢，我也 project 了很久。当然了，它是一条平衡线。这个时候，岩馆里很多的 overhang V3 我还是爬不了。再接下来呢，到了美国的 holiday season， 我也在外面一直旅游、出差、回国什么的，没正经的去岩馆。不过呢，我每去一个地方，一定会留出时间造访当地的岩馆。爬到5个多月的时候，在蒙特利尔出差，我爬掉了这条 V4， 我还蛮骄傲的，因为呢，它并不是我擅长的类型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在变强，动作也会变得更流畅了。
然后呢，年底回国探亲，在北京的 All In 严管见识到了国内定的比较硬的线，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弱点。其中一个弱点呢，就是我不会挂脚把自己顶起来，所以回来后呢，我集中训练了一下这个动作。今年年初，我在严管里上了先锋攀的课，拿到证的时候特别激动，感觉打开了新的大门。当时我不知道2020会怎样上演，还给自己立了很宏伟的年度目标。我从每周3天变到几乎每天都去严管报道，把身体调整到很 fit 的状态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绝大多数的 V3 都可以 flash 或者爬掉，然后可以爬大概30-40%的 V4。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，我还去欧洲出差了一趟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巴黎的严管里爬墙喝酒。那时候呢，居然开始觉得自己旅游太多，玩的时候也会很想念每天在家认真去严管的感觉。回来之后，我的严管开了一家新馆，可能因为是新开的馆，所以定线非常友好。我在这里呢send了我的第一条 V5， 当然了，这也是我非常擅长的平衡线。这时候呢，新馆里的 V4， 不管是什么样的 style， 我大概可以排掉50%了。再后来，疫情来了，严管关门了，我的进步速率感觉也减慢了很多，甚至终止了。我去户外进行了一些野攀，被大自然锋利的石头和严苛的标记打击的不行。我还在后院建了一个抱石墙，至少隔离的期间没有完全中断训练。家里的墙有30度仰角，让我训练了以前完全不擅长的动作和风格。就这样呢，过去了攀岩的第9、10、11和12个月，终于盼来了严管重新开门这一天。虽然我的动作不协调了很多，耐力和力量都减少了不少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重要的是我又可以回到泡到严管里的生活了。我觉得呢，其实攀岩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并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首先，攀岩让我去直面我自己的胆怯。很多时候我看到下一个点很远或者很难抓，然后这时候呢就会很害怕摔下去，害怕受伤，害怕被别人笑话之类的所有情绪都会涌上来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服了自己，克服了那份胆怯，放手一搏，当你能抓住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原来自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。然后呢，就会多了几分自信，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也会多了几分。有时候呢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 frustrating， 因为你就是抓不到那个点，反复尝试了几次之后都是不行。我攀岩的时候常常会挂在墙上哭，或者就是真的超沮丧。这种时候呢，这种挫败感也是会教会我怎样去直面自己的情绪。往往在这种沮丧感之后呢，就会激起更多的努力的那种斗志，然后你就会冷静分析自己动作的弱点，或者说自己有哪里有欠缺，反复的练习，然后几天之后就能真正发现自己是会有提高。然后呢，还有攀岩让我变得没那么焦虑，每天期待下班以后去严管那几个小时，然后每天早上带着手指酸胀的感觉醒来，会对新的一天就总是充满期待，那种感觉又踏实又充实。攀岩还让我变得更加 social。我其实本来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，
我不太会主动的去跟陌生人搭讪，然后我在刚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是比较害羞，从来不会跟陌生人讲话。但后来呢，我才发现其实攀岩的这个 community 大家都非常的 nice， 不管你是在自己的岩馆，还是在千里之外另外一个大陆上的岩馆，每个人不管他说不说你的语言，都会为你加油鼓劲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并且刚刚开始攀岩，我想给你几个小 tips。首先呢，我觉得新手开始攀岩的时候，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力量训练，你只要多爬就可以了。我刚开始攀岩的半年，我大概是每周去3-4次的频率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能保证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在墙上的动作，然后也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爬太多。有时候你很容易就过于兴奋，然后每天都爬到岩馆里，这样呢很容易受伤。因为其实攀岩所用到的手指和手腕的肌肉或者跟腱，它的能力是比较难在短期的时间一步跟上的，你要慢慢来，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和恢复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，就是在攀岩的同时要控制体重。当我在大概瘦了3-4千克之后呢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运动能力和表现力都有增强，然后慢慢的，比如说疫情期间一吃回来，然后马上就会感觉自己拉不动了一些东西，或者体力有所下降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短期把自己的力量迅速提高的话，攀岩毕竟是一个需要把自己身体自重带起来的运动，所以呢，尝试稍微减掉一些体重，可能就会突破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小小的瓶颈期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，我建议大家刚开始攀岩的时候，可以叫上1-2个小伙伴，互相督促，这样呢，一起讨论 beta 或者一起进步怎么样，都会比较有意思。如果你周围没有一起爬墙的小伙伴呢，也不要紧可以关注我们的只言片语频道，频道里呢有很多对于新手有帮助的攀岩视频教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